儿臣拜见父王、母后。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你还没当上帝君呢。儿臣没有得到允许，私自卷入北仙界战乱，违背天规，愿接受一切惩罚。你以为一句惩罚就足以了？哪一次你擅作主张、冲动行事，不是你主动接受天罚？有多少天罚够你罚的？你花神一职即将卸任，帝君即位不日到来，你是天地星，还那么荒唐，毫无规则，你如何统领中天？如何庇佑子民三界？又如何得以安稳？儿臣知错，所有罪责，儿臣一力承担。帝君，花神任期将至，要安排新任花神名单了。身后，花神一职，你就自行定夺吧。是。如今路遥即将继任为新的北界女王，昆仑与路遥情深意笃，若是联姻，昆仑怕是要入赘北仙界了。不可，昆仑是我的儿子，路遥必须嫁到我中天来。你终于记起，昆仑也是你的儿子了。身后，你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触犯底线。锦绣不断犯下中天禁令，你却一而再、再而三包容至今。你不是偏爱是什么？你可曾为昆仑想过半分？昆仑是我的儿子，但是要当帝君的，只能是锦绣。帝君，中天王在天刑台上晕过去了。母亲，帝君来了。神尊大人呢？伤得很重吗？锁魂咒无法再禁锢住他身体里的力量了。父，不要再浪费法力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的本体凋落得如此迅速？从无章回来之后，就已经是这样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说？还执意要接受天罚？是儿臣做错了事，受罚是应该的。你这样的身体，怎么继承帝君之位？
父王，儿臣一直有一件事想与您说。说吧。或许我并不是那个最适合继承天帝之位的人选。不许胡说！你是天道选择的帝君，这就是你的命数。好好养伤，不要离开花神阁。是。小仙参见帝君。残花园，你照顾得如何呀？小仙承蒙浩恩，努力修行，每日都在照料残花。很好。你来了。疼吗？不疼，都习惯了。可是你明明做的就是对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受罚？这在妖界是对的事情，可在中天就是不对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帮妖说话了？他们也都是生灵，本无过错，只是因为无法改变出身，便要被他界玩弄于生死之间，何其有过！我虽没有力量能改变这个现状，但是我能救助一些，还是好的。可是这样你会受伤的。无妨，只要我静心修炼，会好的。我帮你。你为了寻我，已经将几乎全部的灵力换给了众仙，千万不要为了我再浪费灵力了。可是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想帮你，只要能让你好一点就好。其实还有别的方式。什么方式？只要你每天都来看看我，每日照顾我，我一定会好得很快的。这些年，你确实变了很多。何出此言？当你还是红纱小妖的时候，常常折青鸟传信给我，上面只有短短2字：在吗？我那时不懂，也从来不回。现在想想，在吗2字虽然简单，却也是思念的表达。如果能回到当初，我一定会用心的回复你。我一直都在。如果你不说，我都已经快忘记以前的自己是什么样子。如果你想我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千万不要藏在心里，好吗？好。再这样下去，你活不了多久了。你还敢来？现如今我有什么不敢？他刚受完雷刑，不堪重负，我又手握绞容剑，想取他的性命，轻而易举。你敢动他？你不怕死吗？
凭我现在的力量，足以与这花昭公抗衡。你若回心转意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不可能。可你的神尊大人若是知道有着锁心线的存在，你觉得他还会相信你对他的爱吗？他一定会认为你欺骗了他，认为你对他的爱根本就不纯粹。侯宁，这都是你自己选的。听闻帝君说，木仙仙子近来看管残花园功绩不错，还日日照料中天王。是，说是那木仙懂些医治的药材秘方。神尊大人最近看起来颇有气色。如此，甚好。我就将计就计，看看你这红茶妖还能有什么把戏。哎，哎，心情不好啊？这时候知道对我细心了。其实啊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刚刚给母后送去了我亲手制的点心和百花酿，心里有点忐忑。是不是又没做好啊？反正上一世你给我做的时候吧，确实不太好吃。不好吃你也吃了。反正我是可以理解沈后的心情。你是在取笑我吗？你已经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不可以太贪心。也是，有你啊，我就知足了。木仙，木仙，接旨。神后的任命书到了。天后敕令，木仙仙子救济无章国，渡人无数，寻回天地星。功德卓著，今特命尔为花昭宫之主，掌管花神令，敕令3届草木。即日起，以花神身份承办新一届花昭会，以显花昭荣光。接旨啊！哎，哎呀，我走了，走了。我原以为接任花神之位的会是梅仙师，竟没想到母后是让你接受。但我没想好怎么做这花神之位。怎么会如此突然啊？我中天神罚事务繁多，所以早有意卸任花神之位。此次花昭会睽违已久，事关重大，我一定会好好协助你们。
哎，怎么了？干嘛那么悲伤啊？哎，怎么还哭上了？哎呀，这新来的花神呐，向来对这花木一族挺尽心的，对咱们啊不会差的啊。你懂什么呀？我们是害怕新花神吗？我们就是舍不得神尊大人。是啊，我们舍不得神尊大人。梅仙师，神尊大人，此次木仙接任新花神，是中天思量之后的结果。但是这些年，你对花昭宫付出的心血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您言重了，这都是小仙应该做的。希望大家能够像辅佐我的时候一样，辅佐新的花神，可以吗？神尊大人，您放心，小仙是花昭宫的花使，无论花神是哪位大人，小仙一定全力以赴。我也全力以赴。木仙接任花昭宫之主的消息一出，宫里众仙都有所非议，想必锦绣神尊也有所察觉，特意嘱咐了菊仙官与梅仙使尽力辅佐于他。他想的倒是周到，哼，我料他们也不敢拒绝。如今木仙已非花木一族，接任花神本就容易招惹非议。锦绣神尊曾许诺过梅仙使花昭公主之位，现在应该一时不满。木仙是红凝一事，众人皆知，只不过谁都不愿意做那个捅破窗户纸的人。可人呐，但凡有所隐瞒，就总会露出些蛛丝马迹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等这个骗子自己露出马脚。如果有人护着这个骗子，你有没有想过会是什么下场？属下不懂您口中的骗子是何人，属下护着他，只有主人。那朵小红茶如果想得明白，锦绣又何必拖着如此大的一个纰漏招摇过市？你替我好好看着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应对着悠悠之口。是，主人。神尊大人，你觉得我应该接着花神之位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论地位、出身、修为，我都不合适。母后设令已下，不好拒绝。但我才入中天不久，我怕我修为不够，做不好。不要太担心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木仙，你乃凡人修功德成仙，并无神根本体，只能用花神令号令百花。这神印含着万年灵力，可助你掌控花神令。但你更需日日精修，有朝一日或许仍旧可以修出神根本体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花昭宫之主，切记护好花木一族。谢神后，木仙一定不负厚望，守护好花木一族。
免礼。我受天道福泽，成为仙子，如今主持花昭宫，我对这里还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，还希望各位花仙子鼎力相助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，维护我花木一族。木仙花神，即日起，这花神之令便由你成事。恭贺花神，免礼吧。是。这次的花招会已让诸位等候千年，不久将至。梅仙使、紫藤仙使，还有兰桂二人，就烦请4位仙子与我一起打理这次花招会。是。是。今天是你作为花神的第一天，感受如何？以前都是神尊大人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我遵守宫规。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，反而把你气个半死。现在，我倒成了那个管理规矩的人，反倒有些不习惯了。还好意思说，进花昭宫的第一天便闯了9元，喝得像团烂泥，被仙娥当成了花茶来，岂是问所未闻？呀，何方妖孽！主要是怕有什么事情做不好，会影响到你吗？不用害怕，花昭宫过了千年，早已步入正轨。况且还有菊仙官和梅仙使会帮助你的，不用担心。幸亏啊，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他们学习。眼下最重要的便是花招会，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来问我。他也会时时为你开放的。白茶就是天选之子，我就是万妖之首。参见木仙花神。免礼。梅仙使，花神谱的名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预选的名单都在这儿了，请花神大人过目。
听闻地界有一株蒲公英立了天劫，怎么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啊？蒲公英，小仙确实从未见过蒲公英一族。那这个曼陀罗有点眼熟啊。曼陀罗1000年前已经历劫上天，上次花招会时没能成功开花，这次花招会是紫藤仙子力荐的，听说法力修为极为高明。紫藤，当年白茶一事，就是因他和信仙使的一己之私所害。行了，就按照这个名单去通知吧。是。对了，花神大人，请吩咐。我虽上天界不久，但是在凡间的时候就一直听闻，梅花一族傲雪气霜，素有高洁之誉。花神大人过誉了。你一直是神尊大人最信任的人之一，我把花神谱交给你，也是觉得你不会被他人所左右，你是最公正的。小仙不敢妄自尊大，谢花神大人提醒。没想到紫藤的手都伸到这花神谱上来了。哎呀，紫藤成为仙使，掌管训导引渡出入天界花仙一职，本来积累不少，又和神后关系密切，梅仙使啊是有口难言呐。当年白茶就是因为紫藤和杏仙使被他们以权谋私所害，没想到现在梅仙使也是这样，真的太让人失望了。您看，我还以为您改变不少呢，其实啊，一点都没变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您看啊，以前的红茶妖呢，是个傻不拉几、天不怕地不怕的主，而现如今呢，虽然内敛了一些，可他内心里啊，还是那个玩世不恭、无所畏惧的小红茶。我说了，我不是。不是，您不是。哎呀，我说句话，您听了可别生气啊。你说。从前那小红茶呢，虽然是蠢是莽撞，但是他有一颗天上地下难得一见的赤子之心。这颗心呐，是我见过的无价之宝。我希望他千万别把这稀世珍宝给丢了。赤子之心的确动人，但也很脆弱，保护不了自己，更保护不了别人。我懂，您还得保护神尊大人呢。参见锦绣神尊，昆仑天君。木仙化神，我与花昭公渊源颇深，木仙花神可不像某些人一样，看都不让我看，就把我赶了出去。昆仑君言重了。既然各位宾客已经落座，那本次花招会正式开始。梅仙使赐酒。赐百花酿。
招会也有1000年没有举办，此次花招会，我会按照百花盛开来修订花神谱。花木一族的兴衰，在你们平日各自的修行。我希望，无论此次甄选结果如何，你们都要严加修行，自我督促。倒还有些你的样子。多话。梅仙使，开始甄选吧。是。献花礼开始，杜鹃花一族献礼。杜鹃花一族拜见花神大人。蔷薇花一族献礼。蔷薇一族拜见花神大人。曼陀罗花一族献礼。曼陀罗花一族参见花神大人。免礼吧。保护花神大人！怎么打起来了？你为何行刺于我？杀的就是你！我们有什么恩怨吗？我入花昭宫1000年，一直都小心翼翼，生怕出一点错。这次花招会，就是为了一雪前耻。可你算什么花神？凭什么来选我？木仙花神乃是神后亲选，你可不满意？他以为装出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我就会认不出了吗？你问我们之间有什么恩怨？你可还记得，当年你我一同进入花昭宫，我历尽千辛万苦，受尽雷刑，险些丧了性命，才得以上天拿到仙级。可你一个连仙级身份都没有拿到的小妖，就可以凭借神尊大人的垂怜，在花昭宫里肆意妄为。真羡慕你，一进宫就受到神尊大人的喜欢，不像我，干又脏又累的活儿。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了。这个给你吧，很好喝的。原来是你！你搅得花昭宫天翻地覆，弄得天界一片混乱，害得锦绣大人下凡历劫，几生几世你都还不清。你以为换了个身份，以前那些就全一笔勾销了吗？我一直盼着能上花神谱，我苦苦修炼1000年，一直等着下一次花招会。好不容易盼来了，凭什么是你来定夺我的命运？凭什么？木仙拯救了无章数万人性命，才得以飞天成仙，岂能容你智慧？救了万人性命，若不是他下界，可能根本就不会有灾难。他在哪里，纷争就到哪里。他成为花神，定也会为花昭宫带来灾难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如此心怀叵测，是怎么经过你们的挑选，上了花招会的甄选名单，还拿到了花剪的？是小仙的失职。母后，刺杀的仙子还压着呢，咱们先别着急怪木仙呀，他也是受害者。母后，
昆仑君所言极是，追责重要，追根溯源同样重要。还请母后允许我们审问曼陀罗。我本看在木仙与你亲近，尽心照顾你的份上，允他做了花神。这上来第一次花朝会，他就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难道我还问不得了？小仙，恳请神后责罚。此事和你有干系？曼陀罗千年前甄选失利后便耿耿于怀，此事小仙一直知道，却没有重视，这才让他剑走偏锋，造成恶果。小仙负责花昭宫期间，没能将他引入正轨，此罪一；在明知他心生愤懑的情况下，却依然心存侥幸地发下花锏，此罪二。小仙惶恐，不敢面对自己的错误，没能在第一时间出来承认，此罪三。请神后责罚。你说的美妆美剑皆是事实，可是你依旧解释不了，为何他会指认木仙就是那红茶妖？可能是小仙误导了他。小仙对木仙成为花神一事心有不甘，所以向他多抱怨了几句。但是他神志不清，说的话实在不可作数。锦绣，你这花昭宫可真热闹。若那曼陀罗所言是真，那你可真是所托非人。曼陀罗刺杀花神一事属实，摘其仙籍，拨入麒麟洞。锦绣，你意下如何？母后，儿臣自当与木仙花神重整花昭宫，绝不会让此次事情再次出现。木仙掌管不力，监控不严，当罚。锦绣，你可别太护着了。儿臣明白。拜见神尊大人。梅仙使，今日之事，多谢你。神尊大人在说什么？小仙听不明白。我知你是为了木仙，才一力承担所有罪责。你本不用如此。如今木仙被罚入百花图，你被罚来了残花院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是神尊大人将小仙想得太好了，小仙是怕被发现后，被罚得更厉害罢了。你今日说，对木仙成为花神一事，心怀不满。是小仙修行不够。经此一事，我发现我确实没有资格成为花神。梅仙使，我有一事想问。神尊大人，请讲。你在准备花神谱名单的时候，写下曼陀罗的名字，真的是心存侥幸吗？
受累了。神尊大人，如今你是化神，不用再叫我神尊大人了。可是我做的并不好。这并不怪你。神尊大人，你什么时候能继承帝业啊？母后已经找人算过了，就这几日吧。你一定会是一位很好的帝君。其实，我并不想当帝君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合适。神尊大人功绩卓越，修为了得，是天道选择的天地血，没有人比你更适合了。我父王是一个有着雄才伟略的神，他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异常的冷静与清晰。可我呢，我常常会被一些细小的情感所裹挟。数千年来，我好像永远做不了干脆的决定，就算做了，也会怀疑它到底正确与否，甚至有的时候执行神法之后，还会经常夜不能寐。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说这些？因为我不想影响你啊。那你的母后呢？冷静、睿智、福慧双修。可我好像永远都不能靠近他。都是因为你这个哥哥以身作则。母后，所以，在给他送点心后，你会心情忐忑。也不知他有没有收下。所以梅仙使拿走的百花鸟，就是神后退回来的吗？神尊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些回去休息吧。无妨，再多陪你一会儿吧。您终于回来了。百花图过了这么久，也是没什么变化。哎呀，以后您可不能再进去了。哎呀，木仙花神进入百花阁。你又在这里乱写什么？哎。什么叫乱写呢？记录你们花神大人的一举一动，那是我们史官的职责。哎，
那以前神尊大人在的时候，你也记得这么详细吗？那当然了，我是谁呀？我是史官，你不能质疑我能力啊。那神尊大人以前在中天是怎么成长的呀？中天的时候我哪知道啊？你不是史官吗？哎呀，我只记录他成为花神大人之后的事儿。之前你说神后不喜欢来花昭宫，他也不喜欢花木一族，这是为什么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可探究。可是她是神尊大人的母后啊，她为什么不喜欢花木一族？哎呀，你别问了行不行啊？不是，那为什么昆仑君的本体是冰，神尊大人的本体是牡丹呢？您哪那么多为什么呢？我都跟您说了，别问我了。您要是真想问这些事情，你去问那个天枢尊者。天枢尊者？去那个中天神宗祠。神宗祠？这个中天神职啊，每3年有1次机会，可以去求天枢尊者答疑解惑。3年才有1次啊，只有1次机会，而且啊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呢。什么代价？无法预测的代价。哎，您干嘛去啊？不是，回。哎呀，你说我记还是不记呢？哎呀，我哪是史官呢？我还不如一个死官呢。花神大人，小仙木仙，微职花神。今日前来，无意打扰天枢尊者，是想问一些关于神尊大人的事情。我与神尊大人渊源颇深，我想知道如何治愈神尊大人身上的伤。解开锁魂咒？何为锁魂咒？该如何解开呢？究竟是谁在压制他的力量？小仙还想知道，神尊大人为何一直得不到他母后的宠爱？神尊大人不是天地星吗？为何他的生辰之夜被烧毁？被谁烧毁的？难道锦绣的身世另有隐情？参见中天王。不必多礼，母后可在宫中？回禀中天王，神后在宫中。不用了，我自己送去便好。昆仑天君一向如此。母后，下去吧。是。今日怎么想着来我这儿？儿臣前些日酿酒，味道比以往好了许多，便又做了些人间的糕点，想拿来给母后尝一下。放下吧。请母后尝尝。我说了，放下吧。儿
儿臣今日前来，还有一事。儿臣历劫两世，又在虚空中度过千年，一直未在天界久居。如今好不容易回来，公务缠身，鲜少陪伴于父母身边，所以儿臣想举办一场家宴，大家一家人坐在一起，不聊公务，只话家常。公事繁忙，偶尔前来便已经是尽了孝道。家宴之事，哎，贵子，你来也不说一声。自然是先去找了你，你不在殿中。嘿嘿，母后。哎，这不是咱们在无章吃的点心吗？哥，肯定是你送的，我也要一份。已经往你那儿送了一些了。真不愧是我哥。嘿，啊，母后，是不是打断你们说话了？在说什么吗？并无大事，只是我想举办一场家宴，征求母后的意见罢了。家宴？我们从未举办过家宴。中天这么久以来，也只有像宴池会这样的盛会，才是大家聚集的时候。除此之外，基本上没有单独相处的时间。那这样说起来的话，家宴倒也意义非凡了。母后，您觉得呢？若是你们尚且清闲，那便办吧。谢母后。哥，这家宴我叫上路遥，不为过吧？我与神尊大人渊源颇深，我想知道如何治愈神尊大人身上的伤。解开锁魂咒。神尊大人身上的伤，到底是什么伤？修炼通海之术反噬造成的旧伤罢了。通海之术是帝君必修的法术，昆仑也要修吗？是。那为什么只有神尊大人反噬的这么严重？大概是因为昆仑没有好好修炼吧。锁魂咒，锁魂镯。阿九，该吃药了。滚！药若是凉了，便会很苦。我让你滚！你为什么带我回北仙界？为什么？我是你的姐姐，这里是你的家。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，你还有北仙界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我没有姐姐，没有家。阿九，别碰我！阿九，北仙界如今百废待兴，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当初父王把我关押，我重病之时，你可曾记得我？父王把我扔进麒麟洞，你又在何处？你说我们是姐弟，是亲人。这万年来，你只做你高贵在上的九尾狐天女，而我只不过是人人喊打的三尾狐狸。我们从来都毫无瓜葛。阿九，对不起。如今我已经有能力保护你了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了。滚！你给我滚！看着故人久别无恙，可是相望是一瞬仙气。
其传说隔寒蝉，不如晨阳。四季太漫长，有序流芳。看着故人来日方长，不畏风霜，待归来人间不忘。往事几传说隔寒蝉。四季太漫长，有序流芳。看着故人来日方长，不畏风霜，待归来人间不忘，待归来人间不忘。让你写情史，写的全是我跟华神的言情本子。不是，神尊大人，您要是觉得哪个地方不够细节的话，我可以重新写。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啊。好好好。哦，对了，神尊大人，花神呢，刚才向我打听您的事情。打听什么了？就是一些有的没的。有的没的是什么？就是有的没的。什么是有的没的呀？就是有的没的嘛。不是，我这是干嘛呀？不要，居县官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跟你有距离感了。啊，大人，我跟您没距离，神尊大人，我永远属于您。罢了，他人呢？啊，应该去找您了吧？行，我走了。哎，好好写，算了。哎，记住了，是他先让我娶她的，别嫌烦了。没问题，明白。写的不错。哎，嘿嘿嘿嘿，大人，我永远属于您。疼吗？不疼，我都习惯了。那不是锦绣给神后做的点心吗？解开锁魂咒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伤害锦绣。花神大人，花神大人，花神大人呐，您去哪儿了？神尊大人到处找您呢。哎呀！花神大人呐，您下次再出去啊，您跟小的打声招呼行不行？主要是中天王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照顾好您。您说您要一旦走丢了，我怎么了？怎么出去这一会儿就这样了？身体不舒服啊？还是谁欺负你了？帝君他住在哪儿？帝君当然是在中天了。这什么奇怪问题啊！哎，花神大人，花神大人，我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小神木仙求见帝君。大人，参见帝君需要提前通知的。但我有急事要找他。大人，请不要为难小仙了。木仙，中天王。前来找父王，所为何事？即使成了花神，也很难见到帝君吗？中天历来规矩繁琐，你若是有急事，可以直接告知于我，我去跟我父王讲。也没事，只是曼陀罗一事让我发现，有妖怪混上天界刺杀天神，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。那如果有人要刺杀帝君的话，怎么办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花昭公怎么可以和中天相提并论啊？花木之仙，若是争奇斗艳，倒是一把好手，
可是论武力的话，跟中天差的可不是108000里。在花昭宫里发生的事情，在中天是断然不会发生的。可是曼陀罗也是借着紫藤仙子之力才会这样的。你天天都在瞎琢磨什么呢？是你自己说的，花木之仙武力不行。那是他们不行，又不是本尊不行。方才情急，就直接冲来了中天，竟然没有想过会给神尊大人带来麻烦。日后还是要考虑的周全些。你昨夜来找我，是何事啊？我已求父王母后允我一场家宴。家宴？在无章一事，虽然那时的我父母双亡，但是有救父救母的疼爱。每到逢年过节，或者是重大值得庆祝的时候，都会举办一场家宴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聊聊近况，聊聊轶事，不亦乐乎。所以神尊大人，你是想在中天办一场家宴？我想邀请你一同参加。我在家宴上，我想正式向父王母后提出要娶你为妻。锦绣想要办一场家宴，臣妾已经同意了。他下凡历劫，尽学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他也是一片心意。天地星历劫，唯他失踪去了虚空。三界倾尽全力寻找，更是费了诛仙1000年时光，想必也是过意不去。行了，你不要为他说情了。不过是一场家宴而已，就让他办吧。但是在这之后，天地星归来，继任一事，这才是大事。帝君果然还是想让锦绣继任大统。这件事情我已经说过多次，我不想再讲。天地星继位，天经地义，臣妾自然不敢贸然置喙。只是昆仑君一心辅佐哥哥，这念头即使是我，也影响不了分毫。昆仑此次历劫，虽然天地星未亮，但是确实长进不少啊。帝君有所不知，昆仑君此次历劫与北仙界女王路遥成为生死之交。臣妾想恳请帝君准许昆仑君与路遥的婚事。如此一来，北仙界就会成为我中天不可撼动的助力，就像当年神后与我相助一般。正是。好，这桩婚事我准了。谢帝君。对了，还有一事怕帝君不知，锦绣举办家宴，她要带木仙一同出席。这个红茶小妖，当初就不该留你。停休！
抬头，好歹也是将领，如此这般，成何体统？如何为下面的将士做出表率？下去吧。是，天女。你又喊我做什么？原来你在啊！你已经失去我2天了，有没有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？或者有没有需要我帮你带带兵？或者有没有感受到我很想你啊？你找我就为了说这个啊？当然了，其实也不全是了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。今天我哥项目后请办了家宴，这是中天从未有过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。你脑子里又在想什么？这样的家宴吧，虽然不像宴池会那样的盛大，但也算是意义非凡了。我自然是希望与你同在了。既是家宴，与我何干？哎，你可不能翻脸不认人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可是夺走了我的初吻，我反正生生世世就赖着你了。你要是不过来，我就过去把你打横了抱。家宴何时？几日之后。昆仑，北仙界如今百废待兴，我作为一界之主，不能坐视不理。我知道，家宴对你而言至关重要，但对我来说，最为重要的是重振北仙界。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待北仙界重回安定之时，我即刻前去中天。那应该是我去北仙界为你庆贺。苍梧山白灵，求天女娘娘成全，与那小狐狸相守一生。吴章国昆仑，知天女娘娘灵验，望与天女路遥长相厮守。待那日到来之时，我以天女身份步入中天，为我们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哟，这等景象竟然能在中天见到，稀奇稀奇啊！这么闲吗？害羞了？别害羞啊，哥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这等人间烟火，竟然能在中天的后花园里出现，简直就是奇迹！警告你啊，今晚可不许放烟花。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砸我哥的场子呢？昆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自然是特别好啊。中天王，这不是咱们在吴章时最爱吃的八宝鸭吗？没错，在人间经历的一切，都想带回来给父王和母后试一试。哥，我想过万般可能，却没想到你居然会有这副面孔。瞧瞧，瞧瞧这些蜡烛灯笼点的啊！若是天上真有夜晚，烛光摇影，倒还别有一番诗意啊！绝了！昆仑，不如你今晚还是别参加了。哎，别呀，哥，我开玩笑的，我是真心为你开心。自从你跟慕仙在一起之后，你
可算是有个人样了。人样？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是说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闭嘴！嘘。我也没啥见识，也不知道这神仙家宴到底什么规格、什么制式，这到底穿哪个好啊？随便选一套就好了。哎，这怎么能随便选呢？您是要跟天帝神后在一起的。天地神后，我已经见过很多次了。这一次不一样，以前你见他们呢啊，你是代表你自己，木仙花神。这一次可不一样，这一次是家宴。你，木仙，那是未来神尊大人的神后啊，他们的儿媳妇儿。你穿的太朴素了，容易让人看清啊。对。哎，那就穿木仙大人领制花神那套啊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万一被人说太轻狂呢？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的，怎么如此事多？哎，我事儿多，哎，你事儿不多啊？你这忙也帮不上，那忙也帮不上的，你怎么那么无用啊？你别跟我说话。花神大人，这是中天王的家宴，有天帝，有神后，还有昆仑天君，咱们花昭宫可不能输了阵仗啊！花神大人，哎，您看这套怎么样？我觉得穿这套就挺好。花神大人，您这套会不会太简单朴素了些？对呀，简单朴素才对，朴素点好。不是，花神大人，花神大人，您大人大什么人啊？大人，就怪你。啊，我这中天居然有了烟火之气，如何？让我想起带我见舅父舅母那次。你喜欢就好，我忐忑了许久呢。原来神尊大人真的变了。走吧。父王，母后。帝君，神后。锦绣有心了，不想我中天还能有这般景象。谢母后。你是中天帝君的继位者，你应该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你的继位大典上。是。走吧。哥哥既然开设家宴，我虽然不像他那么无微不至，但我也是带着心意来的。这么晚才来，不懂规矩。这凡间的美食啊，怎么能无酒作伴呢？天界的酒，要么寡淡无味，要么香气刺鼻。尝尝我自凡间带来的花雕酒，可是我费了好一番功夫呢。好了，既然人都齐了，便开始吧。这是我离瑶天最近的一次。
这凡间家宴，口味地域各不相同。父王母后不知，锦绣在凡间时还曾学过做菜，做的那叫一个惨不忍睹。难怪锦绣归位后还亲手做点心。木仙已成花神，如今无论是做派还是谈吐，的确没有初上天时的小仙模样了。让神后见笑了。木仙上天界以前，也在凡间修行，不知木仙仙子家中家宴，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木仙自幼无父无母，从来没有举办过家宴。凡间之事不上台面，虽然未曾经历，也不至于可惜。既上中天，以得长生，区区数十载，确实不必再挂怀。儿臣有重要的事要请父王和母后成全。只要办家宴，我已经成全了你，你还要提什么要求？报，神罚殿要务，请神罚者前去处理。神罚之事重要，我看今天的家宴就到此为止吧。那个父王，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了，不如我代替锦绣去执行一次神罚吧。我早就想体验一下神罚者的造型了。胡闹！神罚者岂是说提就提的？神罚重要，你先过去吧。父王，儿臣想恳请你准许儿臣和木仙成婚。放肆！我念你天地星历劫不易，对你已经是万分宽容了，你竟然得寸进尺，怠慢守护中天的责任。为了这个女子，你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吗？父王，这两者并不矛盾。哼，不矛盾。当初你和北仙界天女退婚，埋下隐患。如今，如果不是昆仑和路遥定下婚约，北仙界早就因为你脱离中天的掌控了。如今你继位在即，还在这里浪费时光，为了这个女子布下凡间景气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不是儿戏吗？父王，昆仑，不必再替你哥求情了。神罚要务，你为什么还不去？父王，父王，儿臣从小生活在这中天，时时谨记您的教诲，处处谨慎行事。要不是此番历劫，儿臣永远无法真切地明白您、母后，还有昆仑对儿臣的意义。木仙是儿臣心爱的女子，儿臣恳求您，希望您能允许我们的婚事。我当帝君上万年，从来没有举办过一次家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会让你变得软弱。如今，我同意你办家宴，那是对你的宽容和怜惜，但绝不是纵容。你归来已久，居然还是没有想明白，还是目光短浅，不顾大局。你以为天地星历劫是为了让你领会凡间的情爱吗？错，是为了让你明白，世间有诸多纷争，唯有秩序、公平、公正是不变的真理。父王，儿臣所求，不过是与心爱之人携手，从未想过就此懈怠。你
没有资格。